你知道世界上最奇怪的墓是谁的吗？自2005年福建的孙悟空墓、2014年河南的猪八戒墓之后啊，沙僧的墓在云南被找到了。专家打开墓门之后啊，只见正中央摆放着一串佛珠，上面还挂着9个骷髅头，这与《西游记》里面记载的是一模一样。就在众人疑惑不解的时候，墓中又出土了一把刻有降妖保障4个大字的禅杖，上面的寒光摄人心魄。那么这座沙僧墓到底是真是假呢？时间2018年，地点云南景洪市一个小村庄，一项常规的水源保护工作打破了村子的安宁。地质学家在附近水流区域进行勘探时啊，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地下洞穴，而最初大家都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洞穴罢了。直到某个深夜，一个不知名的老农带着狗走到那边，狗突然扑向一块暗黑的岩石，发出轻微的吠犬声。好奇的是，老农把狗拉开后低头一看，这岩下竟然露出了一些奇怪的金属物品和刻有纹路的陶器。他看起来这些物品啊似乎不大寻常，于是他把东西带回并上报了警。等到考古专家到现场勘探后，推测这个洞穴下面可能藏着一座古墓。随后啊，考古专家就开始挖掘工作。这个洞口的入口不大，但入口附近的岩石和土壤非常的坚硬，洞内传来一阵阵微凉的凉风，像某种被遗弃已久的神秘空间一样。在刚开始的几天里，考古人员只是简单的清理了土层，洞穴的外围一切看来并无异常。然而随着挖掘的深入，现场的气氛变得异常凝重起来。专家打开一扇封闭的石门后，墓穴旁边的水流突然停止了，整个地下水系统似乎一瞬间被改变。难道这是巧合吗？这是古代古墓设置的某种机关吗？当他们小心翼翼地进入墓室后啊，眼前的一切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墓室的内部啊，并没有像传统的古墓那样充满着灰尘和破败，而是出奇的干净，似乎有人特意打扫过这里。而墓室的正中央，一座古老的木质祭坛上还放着一串佛珠。让人惊悚的是，这些佛珠竟然是骷髅头雕刻而成。考古专家顿时感到脊背发凉。就在这时，一名考古队的队员惊呼，现场又发现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毛骨悚然的文物。云南惊县沙僧墓，当专家打开墓室之后，竟在一座古老的祭坛上发现了一串挂有9个骷髅头的诡异佛珠。就在考古专家感到疑惑之时啊，另一个考古队员在祭旁的旁边发现了一个月牙形状的铁器，这个铁器的外形与传统的禅杖极为的相似，但它的细节却更加的复杂，表面布满了奇异的符号和图案，特别是在铁器的顶端，竟然清晰地刻着“降妖保障”4个字。这一瞬间，在场所有的人都愣住了。这个铁器的样式和描述啊，简直和《西游记》里面沙僧的禅杖如出一辙。在联想之前的骷髅头佛珠，这墓中这么多的巧合，难道这真的是沙僧的墓葬吗？所有人都开始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古墓。随着发掘进一步的进行，墓室的结构和物品逐渐接触了更多的信息。除了考古骷髅头佛珠和降妖宝杖之外，又一个发现让在场的专家惊掉了下巴。在墓室的角落里，一个雕刻精美的木门之上，竟赫然刻着“金身罗汉”4个篆字。许多人都开始怀疑啊，这座墓葬与《西游记》中的沙僧真的有关系吗？可惜专家只是推测，他们也没有办法直接验证这一点。但无论如何啊，这一切都似乎暗示着这座古墓与沙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关于这座古墓的起源，考古专家也开始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考古研究，通过墓葬中的文物进行年代鉴定。专家推测，这个墓葬应该是唐代时期的产物，而佛教文化的盛行啊，正是唐代时期。当时僧人们也是常常在山中修行。有专家提出啊，这个墓葬很可能是唐代的某位修行僧人埋葬之地。对于墓中的那些骷髅头佛珠啊，按小说中讲的是沙僧当时在流沙河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妖怪，他连续吃掉了9代的取经人，并把他们的头骨串成了佛珠，而那9代的取经人便是唐僧的前世。但这毕竟是小说啊，之后就有人猜测这些珠子或许象征着某种禁忌的力量，又或者是某位高僧驱邪降魔的法器。考古专家则认为，墓中的那些奇怪的符号和埋葬品很可能代表着某种宗教的信仰或者仪式。尽管有许多的猜测和推测，但这墓的真正主人竟然没有定论。
或许这座古墓的背后隐藏着更加复杂的历史真相。